上一集我们讲到吠陀时代和种姓制度，这一集我们来了解影响世界几千年的奥义书。奥义书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可能都不太熟悉，但书里面的观点很多人一定不陌生，包括万物一体、一即一切、一切即一、不二法门、业、轮回和因果。奥义书并不是一本书，总共有上百本，也不是一个人写的，而且现在还在续写中。写完之后一般都说这是我师父在梦中密授，或者这是我在月黑风高之时从岩石里山洞里秘密取出来的，爱信不信。就像旧瓶装新酒，拿一个飞天茅台的瓶子灌了二锅头就当茅台卖，不明真相的群众竟然很喜欢这味道。太棒了，这就是传说中真正的茅台。上年代有分量的奥义书有10几本，最主要的那几本产生的年代比老师诞生的时间都早，里面的观点影响了亚洲几千年。同时奥义书也对叔本华、泰戈尔和毛姆的思想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，说它影响了全世界几千年丝毫不为过。它的江湖地位类似于我们的周易和孙子兵法。大家好，我是你好阿涵，修习正念冥想17年，只跟您说不忽悠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何以解忧唯有阿涵。奥义书直译就是清教书，是师徒之间口传心授的秘密口诀。它是吠陀的末尾部分。与吠陀歌颂和祭祀不同的是，奥义书主要讲形而上的哲学。它主要讲了什么呢？大家都知道灵魂三问，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要到哪里去？这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的人生终极三问。奥义书其实就是研究这些问题，而且比柏拉图还早了几百年。第一个问题，我是谁？古印度人和所有人一样，都希望长生不老。秦始皇求不死之药，马斯克做的航天实验，人类生儿育女，根本目的还是求不死之道。为了不死，古印度人在这条路上不断努力，苦行冥想，把身体扭成各种奇葩天线，接收宇宙能量，只吃草，拿恒河水洗完澡，再喝恒河水。到了近代，开始流行听所谓的宇宙能量音乐。经过很长时间的实践，他们并没有发现什么有效的方法，反正最终都死了。但他们也不是一无所获，有一些人通过深入的冥想定中能看到一些影像，他们就认为这是我的过去式。还有一些人发生了类似濒死体验，看到了灵魂出体的现象，所以他们认为死后并不是没有，肉体虽然死亡了，还有灵魂，灵魂是不朽的，灵魂才是真正的我，才是生命现象的主体，所以我也翻译为阿特曼。但奥义书不是一个人写的，在歌者奥义书中又说，这个世界由意识创造，由意识引导，意识就是我，是一切的支撑。这个观点就显得更唯心一些。所以第一个问题，我是谁？奥义书给出了答案，我是一个不朽的老灵魂，我是心，我是意识，我思故我在。第二个问题，我从哪里来？吠陀时代已经提出了大梵天王是造物主，一切来自梵天。但这说法后来又升级了，因为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大家都没有见过大梵天王。你说这大梵天王长了4个头，你见过吗？长没长胡子？身高？体重？于是哲学家们就开始思考了，这个梵变得更加抽象化，成为不可见、不可知、不可言说的梵。他们认为梵创造一切，又存在于一切，这整个世界都是梵。梵是宇宙最高的主宰，是造物主，它是永恒的，不生不灭的。就是说，你现在看到这个视频，不仅这个视频是梵，你的手机是梵，你听到的声音是梵，看到的图像，你心里的感受无一不是梵。仅仅是这样吗？不，你想的太简单了。奥义书还有一套否定权法。当你认为原来是这样呀，大师慢悠悠的又说了，不是这样。那是什么？什么都不是，不是这样，不是那样，不可言说。大家可能听说过，一切都是自性显现，自性是不可知、不可见、不可言说的。这个自性如果换成道字，也毫无违和感。很多人误以为这是老师说的，
这就是开悟。其实这是奥义书里面的重要观点，比老师出生时间还早，而且这个观点是老师驳斥的。在奥义书中，我由犯产生，然后进入轮回。怎么轮回呢？后面是业的力量在推动。其实轮回的概念在古版的奥义书中并没有出现几次，也没有说清楚，只是说婆罗门是猿人的嘴出生的，刹帝利是从双臂生的，吠舍是从腿生的，首陀罗是从脚生的。在老师之后的奥义书才开始频繁使用，即使是现在，印度教还是认为首陀罗只能活一次，而达利特连人都不配。也就是说，轮回体系真正建立和完善是在老师之后。这里也能看到印度人有一个特点，思想兼收并蓄的能力非常强大，他们能吸收各宗各派的观点，并且把它们糅合在一起，你乍一听还觉得就是这么回事。最近这几百年来，印度教已经吸收了世界上所有主流宗教，各位宗教教主都成为他们的分舵做主。这位是我变的，这位也是我变的，这位还是我的化身。来，喝茶喝茶。在后期的奥义书中，他们认为身体就像一件衣服，灵魂才是不变的。死了，我并不是没了，就像换一件衣服，可能上天，也可能入地，也可能成为小动物或者人。这就是轮回。业是指身心活动所产生持续不断的影响，行善者将上升，作恶者将堕落，就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当时善恶的定义也不清晰，善恶在不同时代、不同民族的定义差异非常大。比如现在我们开垦、种植、采摘、建造房屋，大家会夸你劳动致富、勤劳肯干。但在古印度，他们认为这样会伤害到小蚂蚁、小虫虫，这是不善的，只有低种姓的人才做这些。再比如一个老太太走路摔倒了，你去扶了一把，这是善事吧？抱歉，在古印度要先问你的种姓。什么？达利特？你哪只手扶的？砍喽！还有王法吗？还有法律吗？这就是三观的差别，不同人、不同团体、不同时代，善恶标准相差非常大。即使像拉登这样的人，他们也认为在替天行道，自己是绝世大善人，必定升天。现在你觉得谁是善人，谁是恶人呢？这善恶的标准又是谁定的呢？在其他人的眼里是同样的结论吗？第三个问题，我到哪里去？在歌者奥义书中这样说，这是我内心的自我，小于米粒，小于麦粒，小于芥子，小于树粒，小于树子。这是我内心的自我，大于地，大于空，大于天，大于这些世界，包含一切行动，一切愿望，一切香，一切味，覆盖这一切，不说话，不盘物。这是我内心的自我，它是饭，死后离开这里，我将进入它。既然有灵魂，也有轮回，那怎么样才能解脱呢？在奥义书中就是犯我合一。你为什么会进入轮回呢？因为无知，因为你不知道这一切都是犯，你还有分别取舍。真正认识到一切都是犯，轮回就无所谓有没有了，当下就解脱了。所以说，认识犯者直升天界，获得解脱。这样的内容在以前都要黄金堆在面前，像我一样高，我才能磨磨唧唧讲几句，还不能一次讲完，一天讲一句，听的人呢必须一天拜1000拜，每天拜个半死，讲个1年，好不容易讲完了，你也快累死了，然后赶紧给你盖上开悟的大印，听的人都痛哭流涕，感恩戴德，形同再造。 Nice。 到了这里，很多人会觉得这些内容都似曾相识，同样的酒，不一样的包装而已。我们也有本土国产的，庄子也说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，还有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听起来都非常高明，非常飘逸。即使到了今天，追求这样境界的人也非常多，以为这就是终点了。总之，在奥义书中，只要灵魂归于犯，犯我合一，你就万事 OK 了。这也就是奥义书的灵魂三问。古印度人就以这个世界观，在奥义书的指引下，持续了好几百年，一直到公元前600年，开始出现沙门思潮。当时雅利安人继续东进，一直到了恒河东印度那一带。北印度当时有16个国家，类似于我们的战国时期，年年战乱。之前几百年，印度人信奉吠陀，尊重婆罗门的权威，
不管是打仗还是耕种，都要请婆罗门进行祭祀。这些婆罗门也就越来越自大傲慢，到处搜刮民脂民膏，为了祭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，有时候做一场祭祀甚至要几年。本来祭祀就是为了打胜仗，为了求财，结果仗还没有开始打，财还没有求到，祭祀的费用就把自己弄破产了。而且很多人发现这些祭祀并不灵，毕竟年年打仗，年年耕种，靠祭祀想打胜想丰收，就像想通过祭祀买彩票中奖一样，那印度将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了，那就没有巴菲特盖茨什么事了。你觉得呢？在东部新开发的地区，新兴刹帝利们开始建立专制国家，他们的权势超过了原来在顶层的婆罗门。当时农业、商业和手工业都开始蓬勃发展起来，也有了商人为首的商队，商人的势力也强大起来，吠舍这个种姓也起来了。这就是风水轮流转，今年到我家。而吠陀的自然崇拜、繁琐的仪式、落后的哲学观念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需求，任何一个思想要发展都离不开政治和经济的支持。没钱没权，喝西北风吗？婆罗门在社会的正面意义逐渐消失，他们的权威也不再像原来那样被重视。这时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也立志寻求不死之道的人，这就是沙门。这是新兴的一代。沙门的意思就是非常努力的人，他们有逻辑，会思辨，反对祭祀，反对繁琐的仪式。他们嘲笑婆罗门那些自相矛盾的言论，宣称这整套东西都是骗局。沙门学派的各位领导者都不是婆罗门，他们放弃婆罗门的传统和学说，自己创立独立学派。当时的婆罗门是传统保守派，他们以吠陀和奥义书为指导，潜心研究犯我合一。他们从小先去拜师学习吠陀和技艺，学成之后回家结婚生子，传宗接代。孩子长大以后，把责任交给孩子，自己退隐入住森林，这是一个婆罗门一辈子的轨迹。而这些新兴的沙门是直接出家，过着乞食生活，不再回到家庭，天天练习冥想和苦行。他们也追求幸福，和一般人不同的是，他们认为物质带来的快乐很短暂，真正的幸福是心的宁静安详。现在国内也出现了类似的思潮，区别可能是不住森林，也不苦行，但选择单身，不买房，不生孩子，喜欢打游戏刷视频。自古以来，阳关下没有新鲜事儿。印度气候炎热，很多人只要准备一个钵一个瓶子，然后到森林里生活，饿的时候出来乞食。当时百姓整体生活还可以，人们也愿意供养一些食物给他们，他们就这样虽然半饥半饱，竟然也能活下来，同时又把精力放在求不死之道上，所以就有很多人走上了沙门之路。沙门中也涌现了不少杰出的人才，其中就有著名的非正统六派领导人，这就是大家经常听说的六师外道。好，今天我们讲了奥义书的灵魂三问和沙门思潮，欲知后事，请听下回分解。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你好阿涵，只跟你讲不忽悠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何以解忧唯有阿涵。欢迎点赞转发关注充电，把视频传播给更多人，会让您平安吉祥，一切顺利，谢谢。